2016年，韓國大富島，一名漁民在排水溝邊發現一個麻袋，打開後裡面只有一具下半身屍體。更令人震驚的是，死者體內所有內臟全部不見了。而警方後來發現，這名男子在殺人分屍後，生活竟然沒有任何異常。今天我們來看看這起表面溫柔合群，實則極端冷血的韓國離奇同居慘案。2016年5月1日下午3點50分，在韓國鞍山市潭元區大富島一處防潮堤附近的排水溝內，發現了一個裝在麻袋裡的屍體。然而，令人震驚的是，發現的僅僅是屍體的下半身，而且從肚臍以下被攔腰截斷。經確認，死者為男性，但其腳部尺寸異常偏小，僅有220毫米。根據推測，死者身高約160厘米，屬於身材較矮小的男性。屍體腐敗程度較輕，看起來被遺棄的時間並不長。轄區警方鞍山潭元警察署立即成立專案組，並展開大規模搜尋行動，以尋找屍體的其他部位。此次搜索共出動了10個中隊，約900名警力以及無人機等設備。2天後的5月3日，警方又在大富島北端房崖頭、碼頭、史華湖附近的岸邊發現了死者的上半身，上半身被裹在被子裡，同樣裝在麻袋中。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屍體內部器官已經全部被摘除。幸運的是，屍體的指紋並未完全遭到破壞。警方最終通過指紋確認了死者身份，死者為時年40歲的崔某。警方首先調查了死者的手機通話記錄，發現其中幾名近期頻繁聯繫的人進入了警方視線，而與死者同居的趙成浩成為重點調查對象。5月5日下午，警方對崔某位於仁川延壽區的住所進行了搜查，在屋內墙壁上，警方發現了尚未來得及清理乾淨的飞濺血跡。所謂飛濺血跡，是指血液在空中噴灑飛散後形成的痕跡。經鑑定，這些血跡均屬於死者崔某，這意味着崔某正是在住所內遭到殺害。警方隨即將同居人趙成浩鎖定為重大嫌疑人，被捕的男子正是當時30歲的趙成浩。從發現屍體到確認身份，再到抓獲嫌犯，整個過程相對順利。趙成浩並未逃跑，在警方訊問過程中也表現得十分配合。然而不久後，他開始不斷改變關於作案動機的說法，使案件逐漸變得複雜起來。2016年1月，趙成浩在仁川一家汽車旅館找到了一份負責前台及客房管理的工作。2天後，同樣來這裡工作的崔某與他相識，兩人在旅館老闆安排的宿舍中共同生活，很快便熟絡起來。崔某比趙成浩年長10歲，但由於兩人都曾經歷過艱難的人生，因此關係迅速拉近，逐漸像兄弟一樣親近。然而到了2月，由於兩人的工作態度都不夠認真，引起老闆不滿，最終雙双被解雇。失去工作意味着也将失去住處。此時，崔某提議一起租房同住。考慮到可以節省生活開支，趙成浩接受了提議。隨後，兩人在仁川延壽洞租下了一間押金30萬韓元、月租28萬韓元的單間。租房合同登記在崔某名下，而各種公共費用則由趙成浩負責繳納。2016年2月26日，兩人的同居生活正式開始。起初並沒有發生什麼矛盾，但大約2周後的3月10日，崔某向趙成浩提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建議，只要與自己發生性關係，就會支付報酬。關於趙成浩是否為同性戀，外界曾有諸多猜測，但據確認，他過去曾有女友，兩人還一起經營過寵物咖啡館。不過由於經營困難，店鋪在案發前1年半便已倒閉。為了償還貸款，趙成浩之後做過各種工作，這些工作包括出演成人電影、擔任成人電影女演員經紀人，以及從事男性陪走服務等。由於長期受到經濟壓力，趙成浩最終接受了崔某的提議，雙方約定每發生一次關係支付30萬韓元。然而問題很快出現了，崔某並未按約支付報酬。3月底，兩人在一家啤酒屋喝酒時發生爭執，趙成浩追問死前承諾的錢什麼時候給，而崔某則以自己失業沒有收入為理由推脫。自此，两人的關係急劇惡化。不久後，崔某甚至拿起餐桌上的叉子，命令趙成浩立刻搬出去。对于趙成浩而言，不僅拿不到錢，甚至連住處都將失去，因此逐漸心生怨恨。4月1日，趙成浩購買了一把長19厘米的菜刀，並藏在出租屋的櫥櫃裡。案發前一天，也就是4月12日，他又将一把長35厘米的鐵錘藏在冰箱後面。与此同時，
崔某在附近另一家旅馆找到工作，並在那裡食宿，只是隔天才回家一次。案发當天凌晨，趙成浩回到家時，正好碰到躺在床上的崔某。趙成浩表示自己願意搬走，但要求对方返還此前約定的60萬韓元以及30萬韓元押金，共計90萬韓元。然而崔某卻嘲笑他說：“你自己不也是自願的嗎？”隨後更辱罵其父母，對其進行羞辱。憤怒之下，趙成浩拿出事先藏好的鐵錘襲擊了崔某。據其供述，在將試圖逃跑的崔某打倒後，他用鐵錘朝對方臉部和胸口連續擊打了約10次。當確認崔某不再反抗後，趙成浩又拿出事先準備好的菜刀，多次刺向其腹部和胸部。當然，這些內容均來源於趙成浩本人的供述。他堅稱自己並無殺人預謀，而是一時衝動所致。但警方認為，事先準備兇器的行為與激情殺人的說法明顯存在矛盾。不僅如此，趙成浩還對屍體進行了肢解。他摘除了屍體的內臟，並將屍體分割成上下2部分。較大的器官被裝入多個垃圾袋後丟棄，較小的組織碎塊則被沖入馬桶和下水道，試圖銷毀證據。之後，他將屍體留在出租屋內長達12天，隨後徹底分離屍體上下半身，並將屍體裝入事先租來的汽車中，運至大福島分別拋屍。警方綜合分析認為，金錢糾紛是案件最直接的作案動機。但案件最大的爭議在於，這究竟是一起臨時起意的犯罪，還是一起蓄意謀殺？對於肢解屍體的原因，趙成浩表示，屍體太重，而且開始腐爛發臭，所以不得不這麼做。然而，連內臟都被全部摘除的殘忍行為，讓外界懷疑他可能早已積怨已久。不過，趙成浩始終堅稱自己從未計劃殺人。在庭審中，他辯稱事先準備兇器只是為了威脅對方，並主張自己患有憤怒控制障礙，希望以精神狀態異常減輕刑責。然而他在案發後的表現卻令許多人感到震驚。殺人後，他依然在 Facebook 上發布未來人生規劃，並像往常一樣與朋友聯繫。專家據此認為，趙成浩具有明顯的反社會人格傾向。此外，還有高中同學爆料稱他曾經虐待動物。案發後，趙成浩一次也沒有試圖逃跑。他聲稱自己甚至沒有主動查看相關新聞，而是照常約女友看電影，並持續更新社交媒體。2016年10月，趙成浩在一審中被判處無期徒刑，但2017年4月，二審法院改判有期徒刑30年。二審中的關鍵爭議之一是被害人的具體死亡時間。一審認為被害人死於菜刀刺傷，而二審則認定在遭到菜刀攻擊時，崔某實際上已經失去意識。此外，法院還認為趙成浩因長期拿不到錢，並面臨被趕出住所的處境，情緒受到嚴重刺激，因此在量刑時予以一定程度的考慮。最終，趙成浩接受判決，目前仍在監獄服刑。然而案件並未就此結束。由於趙成浩被捕前長期活躍於博客和 Facebook， 其大量個人信息被公開，導致前女友和家人的個人資料遭到網絡曝光，成為無辜受害者。雖然公開重刑犯身份具有一定公共利益，但將與案件無關的家屬和朋友一併捲入輿論風暴，無疑屬於嚴重的二次傷害。犯罪是趙成浩個人的行為，與其家屬和親友無關，這一點必須明確。這起案件不僅展現出具有反社會人格傾向的犯罪者特徵，也反映出公開重大罪犯身份可能帶來的另一層社會問題。公众在了解犯罪事實的同時，也應避免对无关人员进行无差別攻擊和謾罵，以更加理性的態度面對此類事件。我是老九，我們繼續走進真實案件，下期案件再見。